2026年呢，同样也是一个使用 AI 的一个时代。那如果说你想要用 AI 来甩开大部分的人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不是你不够聪明是你没有用对方法。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呢还在研究怎么给 AI 写提示词，那么还在呢到处寻找哪款 AI 软件更好用。但其实现在真正会用 AI 的人呢，已经让 AI 变成了自己的一个数字分身自己的员工、自己的助手能够替自己干活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儿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 YouTuber 创作者，平时就喜欢研究怎么样用 AI 来帮自己来减轻一个工作用 AI 来进行创作。在过去，小鱼儿自己也订购过一些 AI 工具，那么也踩了一些坑。那今天小鱼儿就总结出来几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不管你现在用的是哪个 AI 平台不管你现在的一个水平怎么样，今天我说的这几个方法呢，它都会让你发现 AI 的一个真正的潜能，能帮你更快的写文案、做视频、搞创作，甚至帮你赚一点的零花钱。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使用 AI 呢，那就一定要先去买一个 AI 的付费版比如说 ChatGPT 的一个 Plus。那么大家别着急，先听我说这个工具呢，它其实很有必要。那我知道很多人刚开始舍不得都觉得使用 GPT 的免费版凑合用用呢也可以没必要呢每个月去给 OpenAI 去做出贡献。那这个 GPT 的一个会员版本呢，一个月下来也就大概在$20左右但是你冷静的想一想，这个$20呢，它能干嘛？我们可能吃一顿的麦当劳或者吃一顿的肯德基呢都不够。如果说你把$20来呢当成一笔开支，那你永远是个被动的消费者。但如果你把它当成培养自己超级助手的一笔投资，再结合我们等会儿会接下来的讲的几个方法它能给你带来甚至上千倍的一个回报。当然了，你也可以选这个 Gemini 的一个 Plus。那么这个付费呢，能让你得到一个顶级的一个 Gemini 的模型。那包括了还有拉拉不拉拉帮你画图等等一些其他的 AI 工具。总之呢，去付费一款特别好用的工具。那么就像 GPT 当你拥有了这个 GPT 的 Plus 呢，你不用担心今天我放2张图给他他告诉你了已经到达极限了，用不了了。你可以更轻松的去创建任何的一些内容你就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当然这里让大家付费的最主要的原因呢，不是付费后它的功能强了多少，而是付费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暗示。那你一旦付了钱，就会更频繁的去使用它，因为你想把本钱赚回来。那么现在的 AI 它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关键窗口期也是我们去使用 AI 的一个黄金阶段。那其实这个$20来呢，根本也不是太大的一个事儿而是一张你可以通往 AI 世界的一个机票。如果这里呢你还没有 GPT 的一个 Plus 没有购买它的一个会员，那大家可以通过我视频下方这里有个 GPT 或者谷歌账号的一个有一个相关的一个链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直接来到这个平台，你可以在这里购买任何你需要的一些软件。这个可以让你拥有一个现成的 GPT 的 Plus 你不用担心怎么样去进行充值。这里我们可以当你有了一个版本呢，免费的 GPT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进行 Plus 的一个代充直接点击这里去购买。那么你可以选择代充1个月，也可以选择代充3个月，甚至可以长期使用呢，可以选择代充1年。那没有账号的朋友呢，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来购买一个 GPT Plus 的一个现成的一个会员你可以去选择它的独立会员。那么你可以选择1个月，也可以选择年付也可以选择月付这里月付也是可以的。每个月到期之后呢，你直接来续费就可以了。那通过这个平台去购买呢，就非常的简单使用国内的支付宝去付款就可以了。你不用去考虑了国外的银行卡怎么去弄怎么样去升级这个完全不用直接买一个现成的，下个月直接去续费就 OK 了。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个大家最关心的话题大家可能在写提示词的时候呢，觉得提示词写特别难
但我其实想告诉大家，其实写提示词也是有方法的通过我的方法，你会发现原来也是这么的简单。千万别再被这个什么宝上面的这些提示词工程这种词吓住了这种提示词其实一点都不难。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上呢，有很多人把提示词工程做得神乎其神，很多人靠卖提示词收了不少的学费很多人愿意去花钱去买这些提示词想着呢不用动脑来就能得到一系列的提示词，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 AI 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智商超高，博士水平，干活又卖力，那你还需要给他布置功课吗？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90%的人呢，对提示词的理解是，我的提示词写得越高级 ，AI 表现得越好。但当你写了一个复杂的一个提示词时，你其实是在限制 AI 的能力。就像你招了一个顶级的博士生，却给他写了一个细到每分钟该做什么的一个CPU 流程，这不仅浪费你的时间其实也浪费了 AI 的一个智商。那么到底该怎么写呢？非常的简单，那让 AI 呢自己给自己写提示词。那么我们只需要把你想做的事直接告诉 AI， 然后呢问他做这件事情顶级提示词应该长什么样。你看 AI 写出来的提示词，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我现在呢想做一个爆款短视频，请你给我写一个提示词，能够指导你完成这件事。这里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一套高质量的可重复使用的爆款短视频策划提示词。那你只需要后期把这个主题换掉发给我就 OK 了。它这里面非常的详细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位顶级的短视频爆款策划师你要做一个什么视频，那么你的视频主题是什么你的目标用户是什么，你发布的平台是什么，你的视频的目的是什么请你严格按照以下的要求去输出，并且这里有先分析这个主题为什么可能火用户为什么点进去，用户最关心的痛点是什么，哪种表达最容易来引发情绪和传播这里可以看到什么震惊型、反差型、干货型，这里呢就连爆款视频的短视频的标题都有了。那同时呢他还告诉写了这个提示词，短视频开头的钩子视频口播的一个文案，结尾呢还要带一些你引导等等这个真的非常的详细。那么这里他还同时告诉我们，如果说你想让这套提示词更猛一点，你还可以用这个升级版同时还给了我们一个升级版。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 AI 自己给自己写的提示词。恰恰相反，如果说这里呢还是这里我让 AI 呢帮我写提示词让他直接告诉他帮我写一个爆款短视频文案，那么他输出的内容呢平平无奇简直就是一股 AI 味儿。但如果说你用刚才的方法呢，你问他怎么写提示词，那么 AI 给出的答案呢就完全不一样。那他还会让你补充一些信息，你还可以随时改。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你需要生成多长的时间的一个视频你需要什么提示词，你看 AI 写的提示词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真的非常的详细基本上是事无巨细细的不能再细。这个呢让 AI 自己生成提示词，能让我们每个人呢都变成超级提示词大师。很多时候呢我们让 AI 干活，其实自己就像小鱼儿本身我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让 AI 帮我干活，那我自己很多时候呢都是盲目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告诉他。我们可以通过让 AI 写提示词这个过程其实呢它也是在帮我们梳理我们的思路，不断调整的一个过程这样出来的一个答案肯定是比你直接给个简单的提示词要好很多。那么之前呢小鱼儿也经常会使用的 Midjourney 或者 Llama 画画去生成一些图片会写一堆复杂的提示词，结果其实得到的图片呢往往很普通现在呢其实我们就可以让 AI 自己给自己写提示词，再按照他说的这种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同样是给他提示词，但是这个结果却完全不一样。我让他自己给自己写提示词，因为说实话我想创造一张图片我自己其实也是
不知道怎么样去写提示词，我这儿让它给我想要的提示词。比如说我们要创建图片，主体长什么样，画面风格是什么，材质和细节，背景灯光与氛围，镜头的语言等等这里它就给了我们非常详细的一些提示词首先我们想要创建图片，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主体是什么样的，真的特别的神奇不管你要干什么呢，记住一点，让 AI 给自己写提示词。好，接下来第二点，那当你在跟 AI 聊天的时候，比如说像我现在给GPT 在聊天，感觉就像在跟一个陌生人说话，其实效率是特别的低。大家平时是不是也是这样随便来一个聊天框，就直接告诉他你要干什么比如说，那我要做一个短视频你就直接发给他。说的难听一点AI 它知道你要干什么吗？它知道你的背景是什么吗？你是做什么的吗？你想要做什么视频呢？你的视频的受众是什么呢？你的赛道是什么呢？等等，其实这些他都不知道你就好像在和 AI 像在和陌生人聊天一样，他对你完全都不了解。所以呢，第二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正式的向 AI 去介绍你自己。想要使用 AI 超越其他的人，你必须学会这个技巧生成自己的一个背景提示词。记住了，这个叫背景提示词。背景就是介绍你自己，其实背景提示词呢，就是一个文档，里面记录了你的爱好、你的兴趣、你的职业、你的背景。想象一下你要去住一个酒店，那么你会跟前台说你想要什么样的房型你想要房间的一个布局，或者说你要不要使用它里面的早中晚餐。其实背景提示词呢，对 AI 也是同样重要，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就是让 AI 了解你是谁，你有什么偏好。只有知道了你的标准， AI 才能真正的服务好你。所以这里呢，比如说我会告诉他那我是做 YouTuber 频道的，我的频道主要是教大家怎么样使用 AI 工具。我平时会使用的 GPT， 那会让 GPT 帮我生成一些什么，比如说标题脚本等等另外呢，目前我的频道有多少粉丝那么我现在主要是讲解什么跟一些什么东西相关的，请你记住这些。那后续我就会持续的找你来聊天。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介绍当然这里我对我自己的介绍还不是那么详细，你可以把它写得更细一些，甚至你可以告诉他你要怎么样变现你的性格这些等你都需要完完整整的去告诉 AI。那当你聊得足够多的时候呢， AI 就能帮你生成你的一个背景提示词。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再也不需要跟 AI 反复交代你的基本情况就像你去入住酒店一样，你不可能一天跟前台说好几次你有什么爱好怎么样这个呢你会烦，前台也会烦。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一些 AI 服务光做一些背景提示词呢，月收入就能上万比如说一个 Fiverr 平台上面有很多人就靠写提示词来去赚取收入这个 Fiverr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兼职平台那上面里面的人很多，比如说很多人在这个 Fiverr 上面他是在这个上面去卖提示词，他把他的提示词拿到这个里面来去换取一个零花钱。那么做得好的人呢，他的收入也是不错的这个也是这个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平台。上面你有什么技能你都可以到这里面去你可以去注册平台。同样这里呢，你也可以让 AI 像记者一样问你10到20个问题，那么你按顺序一个个认真回答， AI 也会对你特别了解这个就是一份采访的一个问题清单就是你他问你答，这个呢也是让 AI 了解你，来和你呢能够更好的后期呢能够配合的更加的默契。当你最终生成自己的背景提示词后你告诉 AI 呢，让它帮你永久保存这些信息需要的时候呢记得调取。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 AI 好像变得非常的聪明了。这个就是背景提示词，将来也会是你特别值钱的个人资产，因为未来几年肯定还会有很多的 AI 软件上市但无论你用哪款新的 AI 呢，直接把你的背景提示词丢进去，那你的 AI 呢一下子呢就会比别人家的聪明很多。所以说用好 AI 绝对不是靠努力就行，真正需要的是背后的一套方法。好，接下来呢，这个就是
平时跟 AI 深度工作的时候一定要用的一个模式呢，它叫做画布模式那么你只需要在 AI 输入时告诉它以画布形式展开就可以了。你也可以了解一下，问一下 AI。那现在呢，能用画布展现的 AI 工具呢有哪些比如说 ChatGPT 比如说还有 Eva 呀，现在支持这种画布形式的还是很多那么很多人习惯跟 AI 呢一问一答就像 GPT 如果说你不是使用的这种画布模式，那就是一问一答这样其实你永远也得不到顶级的答案。比如说写邮件，你第一次让 AI 去改语气，第二次呢让它改得更像你，第三次呢让它去掉 AI 的这个味道，那么 AI 它可以一遍一遍帮你改，但是结果出来了，总觉得呢好像是差一点意思。但是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画布模式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在 AI 的画布里直接让它改。比如说这儿我用的就是 GPT 的一个画布模式，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复制，有一个编辑，有一个下载。那这里有一个编辑按钮，你能看到 AI 根据你的指示修改的每一步里面某一段某句话你不喜欢，你可以直接动手直接去改这么做了之后出来的东西大概是更接近你想要的。比如说我这里直接去点击编辑，我想改哪里我就去到哪里去改比如说这里第一步先来第一步，这里标题我给它改成构思这里面的所有内容你都可以去进行修改，哪个地方不满意你就改哪里。那么这样去改呢，会比一问一答的来的效果呢会更好。但是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如果结果确实好，但是呢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了在画布里面你会去花费很多的时间比如说你要挨个的去改，可能会消耗你很多的时间。那么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在画布里直接问 AI， 在左边呢直接问 AI， 如果我一上来就想要这样的结果，我到底该给你什么样的提示词？你会发现 AI 呢给你吐出来一个结构非常详细、步骤呢非常完整的提示词，因为它呢把你刚才输入的内容和你中间每一步的修改全部都积累起来了，你想要的语气格式规则甚至你想让他做的事儿你的边界在哪里，他全都一步一步给你放进提示词里了。那么接下来一点呢，如果说你希望你的 AI 既有情商又有顶级的智商，还能跟你完美的配合，如果就像刚才那样你给 AI 有一搭没一搭的去聊，那你会发现 AI 根本就和你协同不起来。那真正能把 AI 用好的人呢，这里有一个功能大家一定要用，它的这边有一个项目功能，大家可以看到在 GPT 里面，在它的左侧这里有一个项目你可以在这里去新建项目。那么这个功能呢，它赋予了 AI 一个独立的长久的关于你某个项目的一个记忆。那这儿呢你可以新建一个项目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项目名称，这呢比如说我想购买周易的比特币，并且我又是一个新手小白，我直接让它呢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划。你可以把你知道的所有的信息呢全部甩给 GPT， 让 AI 充分了解你的目前知道的所有的信息包括你想比如说我想要买比特币，我想要买多少钱的我该怎么样去规划，那这些通通你就告诉他让他来记住你的背景，记住你的偏好所有的细节呢让他记住，他会记得清清楚楚。如果说你也对比特币感兴趣了，那这里小鱼儿的视频下方呢也有比特币的一个注册链接，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使用我的邀请码呢也可以获取到一个手续费，后期一个手续费的一个优惠这里小鱼儿用的所有好用的相关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这里可以看到，那比如说这里呢我们要通过比特币理财它会告诉你比特币不是保本理财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长期的资产的一个配置这儿它会告诉你怎么样先定目标，买之前呢先完成3件事，最适合新手的买法这些通通都会告诉你新手最应该避开的坑这个非常的详细比你自己什么都不懂一股脑去乱买这个简直就是 GPT 会帮我们避开很多坑。当你建了这样一个项目之后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比特币的一个理财计划这里你可以去命名一下，那这个项目它就有了一个独立的记忆，
后期你要任何的想理财啊，跟币相关的、比特币相关的，你都可以直接发给他啊，看一下啊，他这里还在持续的给我们输出啊，你第一周应该做什么，第二周应该做什么，第三周应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其实用 GPT 可以帮我们干很多的事情哈啊，比如说你的理财呀，比如说你想啊，之前啊我喜欢写点小说呀，或者说用它来帮我们分析文案呐，或者说啊做一些什么投资理财呀。或者说你想学英语啊，你学到哪一步了啊？这些呢，你都可以整理成一个单独的项目。那么这个有一点有什么好处呢？当你比如说哈，你有这样的，他告诉你怎么样理财之后，后期你想给你的家人看，那非常的简单，你直接把这个链接复制下来啊，或者说直接给他点击这里去分享，复制链接哈，直接去分享给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因为他们所看到的不单单是最终的一个生成的结果，而是前面的每一步哈，整个过程啊，他们都能看到。最后一个要点哈，就是如何让 AI 生成的内容再上一个档次啊！大家有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让 AI 输出的结果呢，你总觉得还差点，但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它改啊。其实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有强迫症的哈，就只能让 AI 一遍一遍的去重新生成，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AI 改好了这一点，但是那一点又不行了，你甚至开始怀疑这个 AI 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所以我们最后这一点就是让 AI 自己去检查自己的输出的结果啊，比如说我这儿就直接告诉他啊，上面的内容请自查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漏洞。这一步就是 AI 自己去检查自己输出的结果哈，进一步去提高质量。其实你要明白啊 ，AI 生成的内容的逻辑呢，跟它检查内容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写的时候呢，启动的是创作模式，没有人会在创作的时候还批评自己。那么我自己也会认可我自己写的挺好。但是当你要求 AI 审查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进入批判模式。这个呢，就像我们现在的人一样的，你在写文章，你写的时候啊，你自己都沉醉在你自己的内容里面，但旁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你哪里有问题。那你甚至还可以这样哈，你可以把 GPT 写出来的内容啊丢到这个 Gemini 里面去，或者丢到什么豆包啊，或者说 DeepSeek 里面去啊，让它来去帮你审核，或者说你也可以让这个 DeepSeek 的内容呢，你把它复制一下，再丢到 AI 里面来啊，让它来去给你进行一个审查。最后你会发现哈，奇迹发生了哈，就像是两个 AI 在你面前 PK 一样的啊，他们会互相找出一些问题哈，最后可能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方案。那前面给大家分享了几个点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懂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做起来会有点难，其实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很多时候啊，我们可以多去尝试一下。那么讲到这里，其实大家应该发现了，在 AI 时代哈，我们比拼的其实不再是个人的聪明程度，而是你有没有一套自己使用 AI 的一个提示词。现在还有很多人呢，在像无头苍蝇一样哈，追逐市场上新出来的一些 AI 工具、AI 产品。但实际上，只要其实我们建立好这几个方法啊，从建立背景资料啊，到优化这个提示词，再到通过项目管理来管理你的内容，那么你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人。今天小鱼儿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我的视频对你能够有一点点的启发哈。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如果还没有 GPT 的小伙伴呢，想要买成一个现成的 GPT 的 Plus 呢，可以直接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找到 GPT 购买的一个链接啊。其他相关好用的链接哈，大家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找到。如果说你想学习更多的使用 AI 来创作视频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小鱼儿的频道来搜索啊，去查看你感兴趣的视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